无双城宋彦回特来求见，谁来赐教？谁敢跟无双城抢东西？我。你是叶鼎之。叶鼎之，从未听过这个名字，估计又是个愣头青吧？无双城都敢挑战，这次估计得把命给留下。这人，我怎么好像，好像怎么也记不起来了呢？好快的剑法！天生剑法果然不错，但我更强。这个，他们厉害吗？目前展露出来的都是金刚凡境修为，不同的是，无双城这一位已经黔驴技穷，而这位叶鼎之可未尽全力啊！小小年纪能有此修为，不易呀。宋某技不如人，承让。且慢！小白脸，我也要取剑。敢问阁下是？百里东君。百里东君，我们认识吗？不，不认识。那你不是要取剑吗？那你的剑呢？我的，对啊。小公子，见见你。丢人呐！家门不幸。这不就有剑了吗？怎么和以前一样傻？哎，等一下，我想起来了，为什么我看你有点眼熟？百里东君啊，你这是在跟我套近乎啊？你来错地方了。厉害啊！你不出剑吗？我不会用剑啊。
小兄弟，下来吧，别打了。就是啊。磨他呀！别受伤了。别打了。看起来你不是我的对手。这傻小子，一定和当年一样，练我的时候偷了懒。剑，我会剑术吗？师傅，这又是您的幻术吗？不，这一次是剑术。看好了，我只舞一次。我有一剑，能称绝世。何为绝世？天上地下，过往明天。再无此一人，再无此一剑。若再有此人，再有此剑，当幸百里。我想起来了，我会剑术。西楚剑阁，这还真是西楚剑阁，不愧是传说中的剑法，能够如此潇洒写意。师承这只有3剑，我曾有幸见过一次，何况跟百里公子使用的招数是一模一样。可是他用的是完整的剑招。小白玉怎么会西楚剑阁？我想起来了，剑歌，可为何只有剑，没有歌呢？可惜唱歌的人已经死了，世间便只剩下这一剑。问道于天。当年西楚儒仙古尘咏歌，剑仙古墨执剑，于西楚最后的城池洛桑城城头，以一剑一歌对阵9000破锋兵，直至力竭生死。最后洛桑城破，西楚亡国，这套完整的剑法，自然也就失传了。我外甥，我外甥，没想到啊，这镇西侯府的胆子，可真是比我想象中要大。本以为今日来，只是为了取剑扬名，却没想到见到了你，还见到了如此有趣的剑法。酒，我的酒呢？
接着。定是好酒，如此畅快。兄弟，借酒一乐。 干！干！痛快！成剑九九天，竟然还真有歌呀！ 茫茫去不还，自歌云霄里，奏吟3万堪。仙人在我心中，今日只吟至此处。平手。再来，不打了。无论多强的实力，在失传的剑舞面前都不值一提。能见到完整的西楚剑歌，乃是我辈剑客最大的幸运，可比获得一柄好剑要珍贵的多。不染尘，该是你的。 接着，舅舅，啊，走啊！长老，这剑都已经丢了，还留在这里干什么？舅舅，我打他正起劲了，怎么就走了呀？我还觉得那叶鼎之很是有趣儿，想跟他交个朋友呢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交什么朋友啊？我不知道你的剑法是从哪学来的，我只知道如果我们再不走的话，就会被那些剑客生吞活剥喽。走。这傻小子，学会了很了不起的东西啊！快追，留下他，那可是西楚剑歌。 你干嘛？快闪开！各位，盛会还未彻底结束呢，怎么这么急着要走啊？你要拦我们？你再往前一步，我还能杀了你呢。 送一个。臭小子！
趁着去玄登城还有一段距离，赶紧把剑法的事给我交代了。可我总觉得，我们这么一走，好像错过了些什么。别扯开话题，我们能错过什么？错过了一场重逢。云哥，云哥，叶云，我来了！叶云，我来了！恰，又逃了侯府的武学课啊！我急呀！今天要讲《白羽剑仙传》，正是讲到白羽剑仙纵剑西出，千里救毒的章节，听说可精彩了。在这里，云哥，在这里。天下风云出我辈，踏歌今宵尽在言。话说这白羽剑仙头上戴一顶虎头狮子盔，身穿大叶如意连环甲，内衬大红袍，足蹬虎头战靴，胯下一匹白龙马，手使一对护手双剑，那真是威风凛凛呐！从清晨杀到日没，只杀得金银铜铁8大锤，是大败而归。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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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白羽剑仙的故事真是太精彩了！下次我经过城贬时，定要仔仔细细的看看上头，到底还有没有白羽剑仙留下的那一剑。试问天下，谁能挡我一人一剑？你们两个刚才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眼睛都亮了呢。哼，小姐，该回去了。东君、云哥，我就先走了。叶安，呀呀，回去了就乖乖睡觉，别再点住偷看画本了，伤眼睛。我才没有呢！云哥瞎说。哼。下一章应该要讲到白羽剑仙与酒仙相识相交，一同游历江湖的故事了，一定更精彩。唉，我也想像白羽剑仙一样，一剑入仙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我也是。哎，我听爷爷说，云哥，你天资聪颖，功课又好，以后定能继承父业，当大将军的。当将军有什么意思？我长大了，要去闯一闯那书中的江湖，做一个行侠仗义、无拘无束的剑客。那你也带上我。这怎么行？若是带了你，侯爷岂不是要提刀来找我？不行不行，你爷爷可是所有人知道都要打寒战的杀神。你胡说！我爷爷明明是全天下最温和的人。反正我跟定你了，云哥，你不是我大哥吗？大哥理应带着小弟。那好，我们立个约定。什么约定？等我20岁，你18岁的时候，我们就离开天启，一人向北，一人往南，独自去闯荡江湖。等9剑成仙的时候，便是再见之时。可以吗？好。你要当剑仙，我便不与你抢了。白羽剑仙的好朋友是酒仙，那我就去做那酒仙。那好，我们一酒一剑，快意江湖。一酒一剑，快意江湖。大将军叶羽自恃功高，以权谋私，不敬圣人。有人检举，岂有通敌叛国之嫌？然念其昔年护国有功，超满门，族人流放，叶羽带走灭圣。钦此。
叶兄弟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酒？夜风习习，明月皎皎。一个人喝酒，或许更美。那可真是不好意思了，现在多了我一个。叶兄弟认识那小公子？我注意到，你听到那小公子名字的时候，脸上闪过一瞬惊色。那种惊，不似久闻大名的惊叹，也不像初见英才的惊艳，倒像是久别之后意外重逢的惊愕。王兄不仅剑术高深，观察人也很有一套。只是我也听说，望城山有位不世出的天才，年仅10岁便展露出惊世的才华。想必王兄这次来取剑，便是为了这位小师弟吧？只是小师弟怎么不一起来呢？啊，今日有幸，有此好酒，有此明月，快哉，快哉！叶兄弟，我们还是聊聊别的吧。不聊了，走了。这就走了？有要事，怕晚了就赶不及了。小白梨，醒醒！喂，醒醒！舅舅，我们这是在哪儿啊？千东城地界啊。喏，接你的人都来了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西楚剑歌是从哪里学来的？温先生，哎呀，嗨，陈副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爷爷让你来接我的吗？把百里东军给我绑起来！放开我！好你个陈生，几个月不见，胆子竟然这么大了！看我如何禀告我爷爷，你这么对我。押回侯府。是。放开我！走。温先生。哎。多谢啊，不客气。不知温先生接下来是入城休息几日，还是直接回温家了？既然来都来了，就去看看我那个妹妹吧，顺便看看小百里下场如何。爷爷呀，你在哪儿啊？爷爷，快来救我呀！爷爷。爷爷呀，爷爷，快来救我呀！你的好孙子被人欺负了呀！赏尽一世勇猛，老来孙子却遭人这般作践啊！哎，你知道我爷爷去哪儿了吗？怎么装哑巴呀？哎，我问你们，是不是我爹让你们干的？说话呀！哎，让。爷爷，爷爷呀，
快来救我呀！爷爷，可别，担不起。是子爷。怎么是你呀？我是谁？我是你爹。你说怎么是我？臭小子，还躲？你好大的胆子！你还敢嘴硬？再嘴硬！你这么跟你爹说话的吗？那你这么做，你爹知道吗？别拿我爹压我！那你别拿我爹压我！反了你呀！我跟你，我告诉你，你爷爷月前去天启参加大朝会了，没有个10天半个月的回不来。这镇西侯府我当家。我爷爷不在镇西侯府，是我当家，轮得到你？脑子坏了？你脑子坏了！你个臭小子！你给我站住！还跑！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！你给我站住！有了小公子在，这侯府才算是有了生气呀。都是你们这群心大的给惯的。你看你现在的样子，越发像个富贵人家的太太，哪有一点以前的江湖做派？那兄长这话说的，我如今不就是富贵人家的太太吗？你不是因为看不惯我这贵太太的架势，连在府中小住都懒得，怎么今天转了性子，愿意来看看了？都下去吧。什么事儿啊？神神秘秘的。剑，真是一柄好剑。我从小到大看过的名剑不少，却没有一柄能够比得上它。哥哥，这是10大名剑中的哪一柄？都不是，这是名剑山庄的少主魏长风新铸造出来的仙宫品剑，不染尘。这是名剑山庄的仙宫品，多少年没见过这等品阶的剑了。所以，今年剑灵开启，你去夺剑了？你要是靠毒夺了这把剑，怕不是要成为天下剑客的仇人啊！吼，恐怕这天下剑客的仇人要另有他人喽。我是去了剑灵，但是剑不是我夺的，是你儿子亲手夺的。哥哥，你就别拿我开涮了，我儿子才会几招剑法呀，就能去剑林夺剑。我就说你们别总惯着他，这就是你给他抢的吧？怕老爷子不让，推说是他夺的。是真的。好，那你告诉我，我儿子用的是什么剑法呀？西楚剑歌问道于天。你再说一遍。西楚剑歌问道于天。这更像吹的了。名剑山庄无双城，天下的剑客都看到了，或许还不只是天下的剑客。西楚剑术大道朝天，世人皆仰，退而让之，寻其轨道为我所用。若危及百里，退。
父亲啊，父亲，我也想见见真正的大道啊。父亲传来的消息。父亲说，大道之下还有鬼道，大道留给世人，鬼道留给温家。鬼道是指什么？我也只是听说，却从未亲眼见过。据说是西楚的要人之术，若真有此术，鬼神俱至。可是若拿不到呢？我也很好奇呀。若真拿不到，妹妹是帮百里家，还是温家呀？哎呦，那我到时候就问我儿子，他让我帮谁，我就帮谁。放心吧，父亲也说了，若危及百里，退。父亲说的是退，而不是住。说明他也意识到了这次事情不一样了。父亲是父亲啊，我是我，百里家我不管，我妹妹不能有毫发损伤，我外甥更不行。除非我温乎就先死。也不知道司空长风怎么样了。前辈，先别忙着谢我啊！我又没说要救你。我问你，是不是这温壶酒让你来的？他是不是说，我一看到你这一身毒，就会拼尽全力的救你，证明我自己比他强？等这毒一解，你身上的旧伤复发，我以为是他留的后手，还会竭尽全力的再救你一次。完了呀！温前辈只说这样药王会救我，没说被识破后要怎么办？哼，你这一身五毒，天下仅此一家，别无分号。除了他，谁还能这么无聊？哎，你乱动什么？前辈既然不愿救我，那我自然不会久留。我又没说不救你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按理说，你这病早该死了，是什么让你活下来的？难道有名医相救？我哪经得起什么名医？不过是看了一本医书，循着法子采了些草药，胡乱治罢了。果然，还真有学医的天赋。那正好，我谷中
正缺个制药的小童子，为我端茶倒水，等我100年之后继承我的衣钵，做个小药王。你呢，做童子倒老了点儿，不过这里没什么人，勉强用用吧。高子，哎，行，就半年，我救你一命，陪我半年不成吗？只需半年，就半年，就怕半年以后你舍不得走。好。怎么了？啊，小先生，是卓墨公子。嘿，吃全东吗，宝宝？我就知道，以你的性子，一定日夜兼程，马不停蹄的往这儿赶。然后方才呢，我又掐指一算，你必定会途经这里。怎么样？我这时间地点算得不错吧？夸夸我。父亲，天启城来的人有消息了。学堂小先生，哎，我说我亲爹呀，太阳还没出来呢，你干嘛呀？你舅舅说你要学剑法，赶紧滚起来练剑。臭小子，还换了个地方睡，不像个样子。拿好你自己的剑，剑客的剑不可以随便离手。你要教我剑，这不是很显然的事情吗？我不要你教我。怎么，还看不上你老子了？你看看，这剑如何？仙宫品的剑，自然绝顶。自然就是了。我既有仙宫品的宝剑，那自然要全天下最厉害的人来教我。我听说如今世上最厉害的人乃天启城稷下学堂的李先生。我去不了天启城，找个差不多的人来教我吧。臭小子！我说过，剑客的剑不可以随便离手。还我！还给你了，你倒是用啊！哼，我用。你这也叫做用剑？哼，再来！来什么来？你先学会怎么拔剑吧。哼，这不就是拔剑吗？
这才叫做拔剑。这便是我所习的瞬杀剑法之起势。师傅教我的剑术，我只不过才练得皮毛，但是我却记得他跟我说过的一句话：刃出必有因，归鞘必有果。剑气如惊雷，雷息杳无音。你要记得，你出剑是为何而出剑。从今日起，你的衣食住行皆在这后院解决。等你的拔剑术练到能将这个稻草人斩为2截的时候，你才可以从这里走出去。不就拔个剑吗？还挺帅。我就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我们非得特意换上这身衣服呀？因为先生说过，白衣胜雪，公子如玉，这才是学堂应有的风范。我和你可不一样，我最讨厌穿白色了，主要洗起来麻烦，而且你知道吗？若是真的染上灰尘的话，那就和先生口中的“公子如玉”4个字一点都不搭样。先生早料到你会如此抱怨，他让我告诉你，这叫仪式感。你和老侯爷把东军藏在后院练剑，只是为了躲那一个人吧？学堂小先生。这个小先生，可不只是学堂小先生啊。那区区一个后院，还能藏得住东军啊？哎，他要是真的一剑，把那个稻草人给砍了呢？就算他再有天赋，短短几天内根本摸不到拔剑术的皮毛。没有内力作为根基，给他1个月也不够。若是他已有内力呢？九爷，这怎么可能啊？世子，何事如此着急？学堂的使者到了。这位，应该就是镇西侯世子百里成风吧？他就是百里东军的爹？他可是个厉害角色。世子爷，小先生，久仰。内力？东军怎么会有内力？他似乎还不知道。能在人不知情的情况下，以酿酒作为掩盖，为其打下内功根基，催生功力。这也许就是父亲所说的鬼道吧。小百里还能藏多久呢？东军，陪师傅喝上一杯。这些年来，多谢你的陪伴。东军，替师傅去一趟天启城吧，酿一壶桃花月落，挂在天启城
最高的地方。不，师父，我带您去，我们一起去。您亲自挂上去好不好？哭什么？师父早就是应该死的人了。当年是师兄用自己的命换了我的命，可即便如此，我也只是强弩之末，全靠一杯药酒续命罢了。东君，人呢，只要背负的太多，就不那么自由了。说来也是矛盾，我既希望你可以自由自在，逍遥不羁，也希望你可以名扬天下，成为真正的英雄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是你要活着，看着我名扬天下才可以。东君，是龙终究会腾飞，是英雄，光芒便藏不住。不管师父在与不在，都没有什么影响。不，师父，还记得你第一次闯进这院子的时候，我便觉得与你投缘，想都没想，便收你做了徒弟。可谁曾想，你竟是百里洛尘的孙子。不过现在后悔也晚了。我这一生从未做过一件冲动的事情，只有那天是个偶然。你是谁？如何到的这里？抱歉，抱歉，我不是故意闯进来的，我是在躲我家里的人呢。他们不知道又怎么，给我请了个先生来教我，跑着跑着就跑到老爷爷您这里来了。现在想来，这便是缘分吧。师父，这是凤凰树，是西楚的国树。可凤凰非梧桐不起，纵然是什么人世如仙，没有了西楚的土地，便留不住这凤凰。你能识酒？我可是以后要做酒仙的人。东君，人生注定会充满了离别。你这一生还会经历许多这样的离别。
我拜先生为师，请先生教我酿酒。再见了，我的徒儿。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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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父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！父亲，师父，师父！东君他，放心吧，今日以后他就懂得什么叫真正的江湖。恣意飞扬的八公子不是真正的江湖，剑灵的剑客风流也不是真正的江湖。师父，师父！只有今日他所看到的这一切，才是真正的江湖。回去疗伤吧，我们在家等他回来。从此以后，这世上便再没有这样一位可以风华动天下的儒仙了。无论敌友，这都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。其实，他本可以不死的。是啊，他本可以不死。他已是油尽灯枯之躯，可若他不出那一剑，便可以再多活数年。可他不愿重燃战火。亦不愿背叛故国，甚至不想连累镇西侯府，所以他故意赴死，为的是破局。我们可以想得更简单、更浪漫一点。啊？或许这就是一个老先生对他徒弟的教导与爱。你虽然经常说一些废话，可是刚刚那句说得很好。哎，你是不是又讽刺我？没有。行了，老切。话说你奉命调查此事，但如今儒仙已逝，以你之能。应该已经想好了如何去禀报，既能抚平你父皇的担忧，又能保住这黔东城的安宁。那我们现在，朝廷的事了了，现在只剩下学堂之事。
不知道侯爷可考虑清楚了？一定要东军吗？是啊。我可只有这一个孙子。侯爷，我知道您的顾虑，但是我对您说过，我此次来见您，仅仅是以学堂小先生的身份，这与我前些日子去寻古城先生是两回事。我想要百里东军，也仅仅是因为我觉得他是家师一直苦等的最后一位弟子。我这一辈子最疼爱的就是这个孙子。我的愿望就是让他远离纷争，一辈子在黔东城无忧无虑地做富家子弟。为什么你们非要把他推进深渊呢？只有傻子才能一直无忧无虑的吧？大胆！你说什么？不是不让你说话吗？我是说，只有傻子才能一直无忧无虑的。每一个人都会长大，人只要一长大，他就不可能无忧无虑的。他不久前才亲眼见到自己师父的死，你觉得他有可能当做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吗？不可能。况且他现在是西楚剑阁唯一的传人，全天下的剑客都把他当作目标。你镇西侯府，能护得了他一辈子吗？若论剑术，就算学堂高手来了，我也不惧。内子承袭温家毒术，放眼江湖又有几个敌手？他要练武，在我们这里便是，即使学到8分，谁能害他？学堂李先生如何？那你就让李先生来跟我说。他这个人不讲道理啊！我若讲道理，还能生出这样的儿子来？世子，其实我觉得师兄所言颇有几分道理。哼，在黔东城学剑，他永远是那个万人之上的小公子，纵使学有所成，不过是一柄漂亮的剑罢了。未经生死，徒手可折。况且，百里东军似乎被一伙不明人士给盯上了。昨日我们便是在古城前辈处遭到了那伙人的袭击。那伙人来路不明，但是武艺高强。他们不但想带走古城前辈，还想带走东军。如此前有狼后有虎的危局，你们能护得他一次，还能护得他几时呢？昨日我也听程峰说过了，这帮人套路确实诡谲，颇为难缠。世子，当年世子学剑也是离家千里求学，难道偌大个镇西侯府中再无高手可教了？天启城的确是个吃人的地方，但是天启城也是少年们展翅腾飞最佳之地。我相信百里东军。哟，醒了。哎，悠着点，这下可让你睡了一整个白天呢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怎么记着我是被一个老头给打晕了？哼，老头？哎，你还真别说，你这说话的语气跟我们师兄弟几个还真有点像。难怪老七看上你了。
你在说些什么有的没的？这是在哪儿啊？打晕我的老头是谁啊？这里是稷下学堂，能打晕你的人自然是学堂的李先生。啊，不对，如果运气好的话，他也会是你的师父。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学堂李先生。啊。堂堂天下第一，怎么还偷袭呢？师傅他老人家就爱开玩笑。行了，今天也是你第一天到学堂，带你逛逛去，走。哎，就见那老头，不，老先生吗？哎，放轻松，叫老头我喜欢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老头并不是你想见就能见到的。别说是你了，如果这老头吧不想见我们几个师兄弟去求他都没有用。但如果他想见我们，就是我们跑到南绝去，他也能轻松的找到我们。哎，算了，我说不明白，走，快点吧，别磨叽了。嘿，谁磨叽啊？等等我。哎，你看现在天色已晚，不如我们去用个膳，丢楼小筑怎么样？我请客。不怎么样。雷师兄。哎，对了，你听好了啊，这几天不准踏出学堂半步，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待着。为什么？不用问那么多了，我这也是为你好。以你的身份，多少人盯着呢？再说了，你现在也不是学堂的弟子，你安分点吧。啊？我还不是学堂弟子，可你们不都告诉我我是李先生的关门弟子吗？孩子，谁给你这样的勇气和自信呢？你不过是老七找的一个备选罢了啊！雷师兄，雷师兄，哎，对了，就在昨日，天启城最大的赌坊千金台开了一个新的盘子，就赌这次学堂大考谁会是那个老头啊？不对，谁会是学堂李先生的关门弟子？虽然吧，你的名字呢还没有被世人所熟知，大家都以小先生所选代替，但是赔率出来了，1比1，1比1。哎，不错，看来我在大家心里还挺受欢迎的嘛。哼，那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当然知道了，我又不傻。这肯定是小先生的功劳啊。这是一点，还有一点。什么？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亲眼见过你。这千金台的涂大爷吧，虽然刚继承家业不久，年纪也不是特别大，但他的眼睛是雪亮的。但凡他看过你一眼，这个赔率肯定得改。你什么意思？自己品。雷师兄，哎，走吧。这就是小先生和雷师兄带回来的那个，好年轻啊！当然年轻了，小先生才多大？小先生天纵奇才，谁能和小先生比啊？那他带回来的这传说中的关门弟子，可不得和他不相上下？哎，雷梦山，万一我最终没被选上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没大没小。若是师傅没有选上你的话，不用灰心。内院还有其他12位师范，他们也收徒的呀。万一他们哪天看上你了呢？应该不太可能啊。但是你也不用那么灰心。你想想啊，再不济咱们上外院去啊，外院大，好进。它呢，等于是天启城中那些贵胄公子哥们混个名声的好地方。像你镇西侯府的小公子，若是说你想去外院，别说什么时候了，明天你就成了外院的座上宾。但如果你也不想混名声，也不想混时间的话，你就等个机会，来年再考呗。但如果你来年再考的话，你就做不了李先生的关门弟子了。所以说我这么气势汹汹地杀到这里，很有可能再垂头丧气地滚回钱东城。没错。为什么我来之前没人告诉我？我们没说吗？不对，你这事儿不能怪我。你在来天启城的路上，你就已经展现出一副天启城是我要施展拳脚的地方，我已经准备好粉墨登场，而我跟萧若风只能起立鼓掌。
谁呀？这都躲不过，上外人去吧。可以。哎呀，百闻不如一见，一见大开眼界。果真如此？真是啊！据说有个外院弟子想测试一下他的功夫，拿个桃朝他的脑袋上扔过去了，他竟然没有丝毫发觉，被砸了个正着。所以说呀，就这么样一个人啊，怎么入得了小先生的眼呢？他在隐藏实力。不能，以小先生和卓墨公子的性格，他们不至于干这种事。除非，他真是个废物。那小先生为什么要个废物呢？谁知道呢？兴许过几年啊，他就不是废物了。好笑吗？徒儿呢？听去了。他也是个废物，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没够。回头替我找个人，查一查小先生带回这个人的底。遵命。回来。去库房支1000两黄金，替我找个人压个注。压谁呀？就压小先生所选。是。在安。尊师，如您所料，小姐独自前往天启。小姐行事优柔，似乎对复国之事也有所动摇，而且仅凭她一个人，怕是难将100里东军带回。你和齐宣一道悄悄暗中前往，必要之时，别好推波助澜一番。是。无法无天还没消息吗？无法无天2位尊师被如仙废了1半功力，断了经脉，先行遁走，自此便没了踪迹。我们的人后来去找，也没找到。也罢，此次我让仵作随2人同往，他已先行一步，必要之时，他会出手相助。我们李家的时间太久了，久到许多人都忘记了家乡的味道是什么。只有教主出关，大家同心协力，我们才能再回去。虞姬定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你说什么？你是我最信任的人，你竟然把小姐的行踪告诉吴相使。形势所迫，不得不为。我去你的形势所迫，不得不为！齐宣，别忘了我们要回家。尊师，让我们何为？隐匿暗处，推波助澜。何时动身？明日。我知道了。你走吧。
这完全没什么作用啊！不是，你真用不出半点内力啊？你怎么到现在还以为我是装的呢？我都说了，我不会，真的不会。不可能啊！你没有那内力，你怎么用得出西楚剑歌的呀？我知道了。 定是你的师傅用了什么法子，把你的内力全部给封住了。这样吧，我呢先教你一套吐纳的内心功法，看看能不能把你的内力引出来。不用谢我，看来我得收拾收拾回乾东城了。如仙的徒弟，竟是这么容易放弃之人吗？ 你谁呀你？说了你也不懂，干嘛告诉你？这些剑招果然精妙，知道精妙便好。不过空有剑招，没有内力，不堪一击。都说了没有内力，拳头又能有多大能耐？ 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你也别考验我了，我武功真就这样，没什么藏私。考验？你以为我是谁啊？你难道不是学堂里那些外院弟子之一？雷峰山说的没错呀，天启城藏龙卧虎，我这一趟算是白来了，回去又要被世子爷给嘲笑死。此前听闻了不少你的事情，还颇有些神往。这才过了几天啊，竟变得如此垂头丧气。你若是敢羞辱我，你小心我……我可教人了我。你身怀绝世剑招，却因为被一些凡夫俗子打击了一下，就失去信心了。你不是学堂之人，你知道你师父为何以药酒培养你，硬生生给你修了满身内力，你却一丁点都用不出来吗？ 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怎么会知道这些？我知道的还远不止这些，我还知道很多你不知道的事情。你师父之所以如此为之，是害怕此事还没有到时机就被人发现，所以给你下了一道禁制，封住了你的内力，除非当你也难以自控的时候，比如醉酒。 来吧，选一坛吧。一坛可不够啊。
这是什么武啊？这是你马上要学的内功，名字叫落花流水。落花流水。看来，那个人就是白日里潜入学堂之人。好俊秀的功夫。你怎么还有心思欣赏别人的武功啊？百里东军这一进城就被各路人马全部给盯上了。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确实是好酒，只可惜得浪费一二了。有暗器，老七，我们去干他。有什么暗器？不过就是一滴酒罢了。放心吧，来人没有恶意，他刚刚已经与我们打过招呼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认识他？不是，你认识他？你怎么不告诉我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他是谁？百里东军是我带来的，你怎么比我还着急啊？来人是白小堂堂主姬若风，他与如仙有一段旧缘，愿意教百里东军如仙的秋水诀。不然真的让东军跟着你学你们雷门那憨劲儿十足的内功心法，我10年也考不上学堂啊！我憨吗？以后我每来一日，你就送我5坛酒，如何？哎，你不要太过分了啊！酒没了可以再酿，可学堂大考若是败了，就没有下一次机会了。唉，看来我酿的酒实在是太好喝了呀！来吧，虽然没有多少时间了，但如果是你，就一定没有问题。公子，还有3日便是出试了，不知此次出试考题可有眉目啊？你不是也说了吗？3日之后才是出试，急什么？我不着急，我着什么急啊？我就是觉得我们是不是……怎么，大家不敢来问我，所以去逼问你，对不对？这1天3、4趟的问，谁都吃不消啊。往年出试考题，那都是提前7日便会放出一些风声，难道这次你真的要等到最后1日再公布啊？最后1日公布，不才是正常的吗？怎么，学堂现在都这么厚脸皮了？提前泄露考题，已经成了不成文的规定。哎呀，6月呀，这初试又决定不了最终的结果，初试完了还有一个中试。中试可是几10年不变的1队打1队，这才是真正考究实力的地方。初试嘛，不过就是让各家公子拿个好兆头回家去的。别这么较真，柳月。琢磨公子说的对，更何况以柳月公子的才学，就算是提前告诉大家考题，没有点真材实料，也是不行的。就是，废话那么多干什么？还下不下？哎，不下了。反正我也下不赢你。我就说嘛，今天怎么突然之间跑来找我下棋，自取其辱？原来你也是来套题的。嗨，那我不是带来一个备考的兄弟吗？再说了，往年出试的题目，我10几天前我都能知道。谁让这次主考官是你啊？哎，挺好，特别好。所以我这不亲自登门拜访了吗？那我若非要最后1天公布呢？那行，看来以后每一年的主考官都会是你喽。
你威胁我？对，我就威胁你，怎么着？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嘴巴特别碎，我就每天跑到师傅那儿去吹耳边风，我就告诉他，哎呀，柳月当主考官特别好，让他给你做主考官吧。他听烦了，他就会同意了，你就年复一年，一年又一年的做主考官，一年再一年。算我怕你了，嘿嘿。文武之外，啊？没错，就是文武之外。世间大考分为文武两类，但文武之外呢，有那么多有趣的东西，所以呢，我既不考文，也不考武。只要文武之外有能令我折服的东西，这初试我就让他通过。这还不如不说呢。可这文武之外到底要考什么呀？你要知道，我们学堂要的不仅仅是文武双绝的人，还有有趣的。而这文武之外，考的就是人。哎呀，柳月呀，柳月，你这可是给我开了个后门啊！你可别给我扣帽子，我说的可都是肺腑之言，和你带来的那位兄弟，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懂。哎，对啊，你说那位小公子最近怎么样？我也不知道。话说，我也好几天没见着他了。哎呀，叔父，有了内力就是不一样啊，感觉全身都暖洋洋的。哎，雷梦莎今日来学堂了吗？卓墨公子的动向我怎么会知道？没大没小啊！怎么了？今日突然有事找我？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。哎呦，巧了，我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真的？你先说。来，初试的题目出来了。出来了？是什么？4个字：文武之外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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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你这高兴傻了？这表情。不是，那你文不成武不就的，这文武之外真挺好的。文武之外？我练了这么多天武功，你告诉我文武之外？我去你的文武之外！真是奇了怪了，文武之外，不考文也不考武，那这算什么考试啊？那你说这选拔的是什么呀？或者是谁长得美，谁就能进中试？哼，兄台此言有理。那柳月公子据称是容颜绝代，说不定就是谁长得美就符合人家要求呢。那，旁边这位小哥容貌俊秀，若去参加考试，那必定能通过呀。确实气度不凡呀。谈。哎，客气客气。文武之外，倒是有趣。
这位小姐，冬日要到了，本店新进了一批布料。老板，帮我做套衣服，很急，我3日内就要。好。行，六月公子啊，特立独行啊！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啊，把学堂大考放在我的赌坊里。所谓大考，其实和赌没什么区别。愿闻其详。很多人苦学10年，为的就是大考的这一刻。这或许是他们人生中发挥最好的一刻，亦或许是发挥失常、再无挽留之地的一刻。赌博呢，也是如此。不上到赌桌的那一刻，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；而上了赌桌，这胜负才刚刚开始。精辟！除非出千。怎么？有人敢在你这千金台出千？当然不会。所以我们今日在此大考嘛。六月公子啊，果然不同凡响啊！妙哉，妙人呐！你看我这大金牙都为公子倾倒了。二爷呢？当初选择借地给我们的不是他吗？去听曲儿去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愿意听曲儿。本来对这个学堂大考不感兴趣，答应你们啊，无非是柳月公子拿了一阙残谱与之交换。哎呀，能为学堂大考提供场地，我千金台每天损失个1.8千两的银子，不心疼。涂大爷的损失，学堂明日自会派人送来。这就是学堂的嫉妒啊！都快敞亮收摊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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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哟，醒过来了，来吃早饭吧。我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前2天你晕倒了，是我舅舅把你救回来的。你呢，可真是命大，认识了我，我舅舅可不轻易救人的。咦，这小东西怎么还在啊？哎呦！哎呀，不要命了，你们！哎，宝贝，来，这里，哇！哎呦，乖，舅舅，乖，这可有点恶心了。就是这些恶心的东西救了他的命。这，多谢前辈。我现在是好了？不，你中了我的毒。什么？哎呦，我呢，之所以不轻易救人，
就是因为我惯用以毒攻毒之法，为了压制你身上的旧伤，我给你下了五毒断肠，而这个毒，我解不了。不是，那现在怎么办啊？不能让他等死吧？哎，那，去地图上这个地方，找那个叫辛百草的家伙。我自认为是天下没有我毒不死的人。 而这个家伙自称是天下没有他解不了的毒，你就带着你这一身毒去找他，他自然知道是我让你去的，他就会竭尽全力的救你，来证明自己比我强。等你的毒一解，你的旧伤就复发了，他一定以为这是我留的后手，又会竭尽全力的救你的。这天下。 真的有药王辛百草这号人物啊？他真的能救好吗？嗯，我怎么知道？我是下毒的人，我又不是大夫。快走吧，你还有10日的时间。10日？嗯，10日之后五毒断肠就发作了，不到2个时辰就死透了，先从肠子开始烂起。 很刺激的。多谢前辈。谢我干什么？生死还未卜呢。已经很好了。本来以为我会死在一条野路上，无人问津，没想到这老天啊，还算眷顾我，让我在临死前见到了那么多英雄人物。即便是现在死了。 又如何？哎，孙顾长风，我舅舅可是费了9牛2虎之力把你从鬼门关里拉出来的，别整天死不死的，你给我好好活着，到时候我们在江湖里再次相遇。你说的对，我要好好活着，一匹马，一杆枪，一壶酒，做个逍逍遥遥的江湖浪客。你也是，你要去更远的地方，看更多的江湖，完成你和你那喜欢的姑娘的约定。必然。 接着，再会，再会。去。 千万别死了，四顾长风！是那种应该死在江湖上的人呢。舅舅，你说我是不是也是那种能死在江湖上的人？嗯？呸呸呸！不是！啊！快呸呸呸！呸呸。那我是什么人啊？那种被爹妈乱棍打死的人。舅舅，我们打个商量吧。 哎，不打！哎，我还没说呢。走！哎，小凡，出饭了！ 吵死了！哎，今天吃什么？别乱摸人脑袋，姐姐说了，摸多了会长不高的。你姐姐骗你呢，我会摸骨，我一摸便知道你本来就长不高，跟我摸不摸你没有关系的。呸呸呸！再这么说，你今天的大白馒头可归我了。你天天这样睡，也不知道找个正经行当来做，你这样以后会娶不到媳妇儿的。你小小年纪怎么说起话来像母亲一样？一份正经行当就这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了。好吧，都听你的。看来我的确得去找份正经行当了。
是这份好忙，怕是在村中做不了，也是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。你必须给我回乾东城，不然你娘会给我下毒。我娘的毒还能毒得过你？我才不信呢！耐不住她会撒娇。我又不是不回去，我这不是想让你沿着路带我逛我这江湖吗？不逛，没空。你那么闲，怎么可能没空？我哪里闲了？我可是毒菩萨，我忙得很。哎，再说了，4年一度的剑林就要开了，我可不想错过。剑林？什么是剑林啊？看你这么着急，可是个盛会？整个江湖的剑客，磨剑4年，就在等待剑林开启。你说是不是个盛会？哈哈。舅舅，你最疼我了，对我最好了，我给你酿酒喝。嗯，去，少来这套。我问你啊，你娘有没有教你什么武功？没有，但我娘找了个师傅，教我习拳。哎呀！哎，好了，回来。什么师傅啊？叫什么王八？对，这名挺有趣的。哦，一拳定山王霸天啊！对，就是他。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。是啊，我娘也觉得他定能把我教出来。我觉得他老人家辛苦呀，于是呢，我就请他喝了顿酒。他说他这辈子都没喝过这么好喝的酒。那我就说，只要不习拳，天天都有这样的酒喝。所以啊，才3日，我娘就把他赶走了。哎呦喂，那还有没有别的？后面我娘就觉得找男的教我不靠谱，换了个女师傅。啊，这女师傅那叫一个美呀，名字我还记得呢，苏木青。苏姑娘，是很漂亮的。人不仅漂亮，教我也是认真的很，足足教了3日。不过也好，就教了3日。为何？因为我爹自从苏姑娘来了以后，每天都往我的后院里跑，也足足跑了3日。结果可想而知。会的都是些半吊子的功夫，所以你到底最拿手的是什么功夫嘛？你看。怎么样？哼，连你都嫌弃吧？走。哎，舅舅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回乾东城啊，那条路近。你别闹了。我那招不厉害吗？哎呦，这不就是你父亲的轻功3飞猫吗？什么叫3飞猫啊？我这叫3飞燕。你可别小看我这招啊，逃跑最厉害了。哼，哎呀，别啊，舅舅。之前是我年少不更事，但现在我洗心革面了。我发誓，这次是真的。我承认，之前我的确不喜欢习武。一来呢，是觉得打打杀杀没意思；二来你也知道，叶将军和云哥死了，爷爷不希望我走上叶家的老路。但是我这2天看到了北离八公子，看到了那血淋淋的刀光剑影，我就不禁问自己：如果我的兄弟遇到了那样的事儿，我能守护他吗？我能像北离八公子一样，拔出武器，与他并肩作战吗？舅舅，江湖上，你最钦佩的人是谁？那自然是李先生。哪个李先生？这江湖提起李先生，说的就是那一个人，一剑飞仙李先生。那一年我19岁，有幸在天启城亲眼目睹了那来自天外飞来的一剑。从南绝来的5名绝顶剑客下战书挑战李先生，他们想用车轮战，而李先生却只用了1剑。也就是从那天起，南绝人再也不敢在北离面前言剑。
那一年的5榜首奖自然也是李先生，但是李先生把5榜给撕掉了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世俗5榜也配评价折世仙人。这么潇洒呀，难怪说北离西剑难绝练道，原来是不肯练剑了。身为北离人，哪有不练剑的呀？我年轻的时候也练过剑。你还练剑？你不是练毒吗？我在剑上抹毒。干嘛？有意见？没有。唉，好，那我决定了，我要练剑。你练剑？你有剑吗？你就练剑？剑林剑林，能没剑吗？哦，好啊，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唉，小百里啊，行，是时候给你弄一把好剑了。真的，舅舅？我宣布，舅舅，你在我心中的地位已经超越我爹了。哦，你爹本来就没什么地位，倒也不至于。上马，赶路，去！去！小百里，跟上！来了。怎么，不是你说让我去找个正经行当来做？现在我要去了，你怎么反而一副不开心的样子？哼，我才没有不开心呢，是你看错了。也是，你是个有本事的人，可以去城里谋个武官做，就能顿顿吃白面。到时候，村子里的老人们都中意你，带着自家姑娘来与你结亲，你就能选一个最漂亮的娶回家了。对了，叶小凡，你觉得村子里哪个姑娘最漂亮？陈姨吧，婀娜多姿，丰腴的很。我说的是姑娘，陈姨她都不是姑娘了，她都有男人了。那你替我选一个。你看我姐怎么样？村子里的先生们都说我姐姐是美人胚子呢。你知道美人胚子什么意思吗？什么意思？所谓的美人胚子，是指现在还不是美人。啊？更何况，我已经有婚约了。哦，什么？你已经有婚约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们就定了亲事。只是如今，已到了成婚的岁数，我还流荡在外，也不知他是否心有所属了。那你怎么不去找他？会找的，在我做到我一定要做的事情之后。很快了。行了，就送到这儿吧。叶小凡，虽然你是去附近的大城，可是你毕竟不住在这儿了，还是应该和大家吃个饭，告个别吧。我不去附近的大城啊。不去附近的大城，那你去哪儿？我要先去一个我向往已久的地方取一个东西，之后我再去一个我一定要去的地方。一定要去的地方，那是哪里啊？千里之外，名叫天启。天启，那不是我们北离的大都城吗？很远很远的，我才只在书上看见过。叶小凡，你去那里干嘛呀？去天启，自然是要做大事喽。或许还能见到一个许久未见的朋友，和他。叶小凡，你发什么呆啊？陛下。哦，竹青啊，
陛下，何事？这是影宗今日递上来的消息。当年百里洛尘奉旨出征，破了西楚最后一座城池，西楚剑如双仙战死。现在你告诉我，西楚剑客再次问世，难道说剑如双仙，他们没死？你说的有道理，但我不同意。这样吧，我们问问东君。父亲，侯爷通礼。王爷，世子，不好了！刚刚小公子抢了马，跑出府了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跑得好，跑得好！侯爷，如果我是执意不让他去天启，我又何必面上虚与委蛇？他去哪儿了？出城了吗？没有没有，公子说他要踏遍乾东城。失礼了。行了，我们去看看。驾！小公子，今日去何处玩啊？今日哪儿也不去，就骑马。刚出炉的红枣糕，小公子接好了。这，小公子，你要骑到几时啊？骑到落日黄昏，骑到月升星落，骑到身下这烈风居，踏遍乾东城的每一片土地。驾！头儿，追不追？追！驾！吁，慢慢的追，千万别追上我啊！头儿，你又追上过几次啊？其他时候我不管，但这一次，一定不能追上。这一次，让我们跟在他的身后，做一次他的护卫。真是一匹不好驯服的野马。看来去不去天启，东君已经有了答案。有的人就是这样，参军可以当将军，苦读可以中状元，若是西路，可以做那绝世的高手。不必问他能做什么，只看他想做什么。有这样优秀的后辈，侯爷和世子爷还担心什么呢？九王子殿下，但是你把东君带走，可真的只是为了学堂之事啊？只为了学堂。好，东君此去天启，不要牵扯到任何朝堂之事。你可否答应？侯爷放心，我萧若风愿以性命担保。多谢。不错不错，够畅快。有我当年和顾剑梅一起马踏天启的风范了。么，世子妃，有什么事儿吗？世子妃，你干什么？这是我自创的毒，叫做温香暖玉。若是东君学成归来，安然无恙，我便给你解药；若是期间出了什么意外，放心，中了我的温香暖玉的人，会死得很舒服。
我来了，天启，副将陈升，盼望小公子学成而归。卧风将士，盼望小公子学成而归。卧风将士，盼望小公子学成而归。司空长风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上山去打架了。你看你这架势，怎么就没有一点小药童的样子呢？我不是小药童，辛百草，你再这么叫我的话，小心我一枪给你打晕过去。那，你那草都给你采好了，自己检查吧。哎呀，嚯，果然有学艺的天赋啊，挑的半点都没差。按照我说的分量，自己去熬了吧。什么？唉，这草我自己摘，药得自己熬，这病看得够累。你付诊费了吗？没付。没付诊费，当然要自己熬了，自己动手。哎，哟，这药王谷里还有信鸽呢。那当然，不过这封信是给你的，给我的。司空长风还活着吗？哼，这人说话够直白的呀。还活着的话，别来乾东城找我了，我去天启城了，有机会来喝我新酿的酒。没了。这人挺有意思的，他是谁？他呀，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镇西侯的独孙，百里东军。不过他为什么这么快就离开了乾东城？他的家人不是不让他去天启城吗？信上是什么也没写。看来你很关心他呀。那是当然，他是我好朋友。哈，那行，继承我一半衣钵后，你就可以去天启城了。年轻的时候，谁都想去天启城，也谁都该去一次天启城。那里是龙蛇盘踞的地方，也是少年人乘风入天的地方。照你这么说，你年轻时候也去过天启城？哎呀，那个时候，皇帝生病，太医院治不好，3天杀了10几个太医。我师父就派我去出诊，屋内是快死的皇帝，屋外是随时准备拖我出去砍头的长刀侍卫。可是我握针的手一点都没慌。后来皇帝的病治好了，我说过，只要人没死，在我这儿都能医。有意思。我也一定会去天启城。你是我师父的朋友，可你声音听起来很年轻啊。年轻不代表弱。学堂李先生西楚剑如2仙成名的时候，也不过是年轻人。我和如仙不算朋友，但是有过一段机缘。我欠他一个人情，所以现在是时候该还他这个人情了。你能帮我解开禁制？贸然解开禁制，被封多年的内力会瞬间涌遍全身，你不死也是个残废。再说了，我才不会用这么粗暴的办法。我的办法是唯一，也是最好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让你的内力一点一点的、慢慢的融入你的身体。怎么做？学习内功。呸！说到底，你还不是跟雷梦莎一个套路。去，就剩几天的时间了。若是内力几天就能练成的话，那岂不天下全是绝世高手了？真当我是傻子呀？可你和他们不一样，我说的内功和雷梦莎的也不一样。
今晚我再来。今晚我没空。弱者没有说不的资格。你。 云阳，王师叔，你回来了！吃完这个，还剩一个。再吃一个，就只能等来年了。唉。 玉珍，师兄，小师叔，玉珍，桃子还没吃完呀？对呀，但只剩最后2个了。师兄，你说为什么只有夏天和秋天才长桃子？怎么不1年4季都有桃子吃呢？冬日万物沉眠，才有春日百花盛开，夏秋得成正果呀。世间万物本就有法可依，顺其自然就好了。可我日日都想吃桃子，万物有法，那我就变其法，让它另有所依。师兄，山下好玩吗？还成吧，有美酒，有佳人，让我耽误些日子。我也想下山去玩。 看，师兄给你带了什么礼物？剑。这不是普通的剑，这可是当年昆仑剑仙所留下的玄阳剑剑胚所铸，人间至暖之剑。你把这柄剑埋在地下，能让整个院子四季如春。你呀，再把离火诀练得好一些，到时候冬日里想吃桃子也不是什么难事了。啊，这柄剑如今叫什么？火神。 真难听。这样子也可以啊？对呀，这样才可以嘛。一行，你回来了。山主，你们先聊着，那我就走了。拿去玩吧。 师父，小师弟他又提了下山的事。小玉珍出生的时候，我给她批过命，无论是山门秘法和剑术，她都将是望城山100年之最。不过有得也有失，她此生终将待在望城山。倘若下山，天难将至。她不认命，她总认为人命 可以扭转天命，真的就没有别的办法吗？不见天地，又怎能见自己？要是有，你让我这个师傅来想，你不要多管。行吧，您老人家就爱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。哎呦，哎，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一路上也没洗个澡，身上痒死了。回来。
你是不是路上遇见一个人，叫百里东君？哦，您不说我还忘了，西楚剑歌的传人，大开眼界呀。他去了天启城。去就去呗，年轻人长长见识，不也挺好？巧了，你也要去。为什么？我才刚回来，屁股还没坐热呢。这不，马上学堂大考，你一定要去。师父这是要我改拜师门，拜入学堂？这我一心只想留在望城山，学堂什么的。哎，今年李先生还收徒弟吗？就你也想入学堂？学堂大考只是让我们宗门派一个人过去。什么？为什么又是我？我也想认认真真学习功法，装一装那世外高手，认识认识山下漂亮的妖妹。因为只有你认识百里东君，让你去天启，只是让你留意这个人。西楚剑歌的传人，将来定会掀起惊涛骇浪。但这关我什么事嘛？日后你问鼎武林，他一定是你的对手。问鼎武林，师父，你还真的是看得起我呀。